大家好啊，我是优步。因为生活本身本来就没有任何意义，所以呢，当我们遇见各种倒霉或者是绝望的事，不要再去怒斥老天爷为什么把这件事情放在你的身上了。下一次当看见恶无恶报、善无善报时不要再去怨天尤人了，不要再去想为什么天道没有因果报应和伸张正义呢？因为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善恶好坏这些相对的定义对宇宙的真相没有任何意义。世间的一切本就是毫无意义的发生，毫无意义的结束了。你的情绪特征、人格特质，包括你的思维特质等等的一切，都决定了你的应对事物的反应模式，决定了你的命运。只是选项有如此之多，以至于你误认为自己拥有所谓的自由意志。然而不是的，你只是一个在游戏中的 NPC 而已。这里的难度在于，除非你意识到你自己是一个 NPC， 否则呢，你绝对无法脱离 NPC。 可因为你只是一个 NPC， 所以呢，你很难认识到你对事件的所有反应都是被设定好的偏好程序。这个生活毫无意义的视角是否很悲观呢？是否会让你感觉到绝望呢？然而结果与你所认为的恰恰相反，一切毫无意义才是他们最大的意义。除非你意识到生活中的一切是毫无意义的，否则呢，你无法真正的脱离 NPC 的思考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当你拥有这个独特的视角时，你才能真正的开始创造你的世界，你才能真正的明白你的世界之所以能成为你的世界是为什么。那是因为只有当一切事物毫无意义时，我们才能自由的给它赋予任何意义。只有当你的地图、你的画面清空时，才能真正开启你的世界。这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最终奥义，也是你生命的终极意义。这才是你真正的灵魂自由。我知道有人看到这里隐隐有所感触，但还是不太懂。简单点来说呢，就是当你遭遇任何一次负面事件时，负面事件本身是完全中性的，是毫无意义的，是不分善恶好坏，也不分优劣尊卑的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你在经历什么，无论你的处境又是多么的绝望，无论你面对着的是来自他人与社会多大程度上的恶意，你永远都能在这里面做一个选择，你永远都能做一次决定，用来决定这个世界对你的意义。可以决定呢，它到底是以积极的方式为你运作，还是呢以消极的方式为你去运作。依据你的决定，这一刻将成为你有生以来最富有意义的你的世界，这也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奇迹。曾经有人体悟出这个道理，于是呢，他开始尝试说出来，去开始跟人们讲述爱与宽恕。可最终这个人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。可是呢，他的爱让那些被他感动的学生们自发的去传播，让他成为了影响世界的3大思想之一。
曾经啊，也有人体悟出了这个道理，他呢开始说出来，讲述觉与修行，而那些被他感动的学生们则自发传播，让他成为这个世界的3大思想之一。曾经呢，也有人体悟出了这个道理，他也开始说出来，讲述德与天道。他留下来的书啊，成为了华夏文明的精神地基，让华夏的文明啊成为包容性最强的文明。他的学生呢，自发研读和传播，让他成为影响世界的3大思想之一。历史上啊，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啊，很多很多，他们因此啊迸发出的智慧光芒啊，深深地震撼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。他们的智慧呢，如今依旧照耀在我们人类文明思想与认知的每一个角落。是的，灵魂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为了来做这个决定的。他呢，来到这个痛苦的世界，是为了超越痛苦。生活啊，是灰色的世界，将这些灰色的世界去赋予你所要的意义，便是你的世界。人之初啊，性本善，世界上没有天生的罪犯，所有的罪犯啊，都是被自身环境塑造出的 NPC。这个世界啊，就是有善有恶的相对世界。无论再怎么邪恶的环境中，人也可以选择善。同理，无论再怎么善良的环境中啊，人也可以去选择恶。这个世界到底是黑色的，还是灰色的，或者说是彩色的，其实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。因为每一个人啊，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，每一个人呢，都有自己的世界。你想把你自己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刘波。